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说起越王勾践，大家都会想起卧薪尝胆，想起10年生聚10年教训，想起这么一个励精图治忍辱负重，最终完成了命运大逆转的一代君王。也是因为这些原因，几千年来越王勾践也就成了备受人们推崇和肯定的正面人物。而越王勾践一生的对手夫差呢，则被人看作是骄傲自大愚蠢，沉醉于女色，又不纳忠言，最后竟然杀死忠臣卫子虚的一代昏君。所以很明显，夫差是一个反面人物。这种认识可谓是根深蒂固。但如果我们真的仔细翻看吴越争霸的历史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越王勾践的成功不是不可复制，而是不忍卒视，而夫差的失败却让人唏嘘不已。站在功利主义的角度，所谓胜者王侯，败者贼。越王勾践无疑是一个成功者，夫差只是一个可怜的失败者。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呢？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？今天呢，就让我们换一个角度，重新认识一下吴越争霸中的勾践与夫差。既然是说重新认识这二位君王，那么我们就从他们的名字开始。先说勾践，勾践姓什么？难道是姓勾吗？当然不是。据我所知，没有勾这个姓氏。勾践是他的名字，他的姓姒，就是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中的褒姒的姒。姒呢，也是上古8大姓之一，是大禹的后人的姓氏。传说中大禹去世以后被葬在了会稽山，当时族中决定要选出一个人来，让他能够世世代代的守护大禹的陵墓。越国人的先祖就被选了出来，所以说越国的王室实际上是大禹的守陵人。勾践的名字本来应该叫纠潜，因为越国的发音与中原大有不同，所以就被读成了勾践，所以勾践是一个音译。那么夫差呢？夫差当然也不会姓夫，夫差有一个高贵的姓氏，他姓姬。夫差的先祖就是周朝的周太王古公胆父。古公胆父有3个儿子，分别是长子泰伯、次子仲雍和3子季历。古公胆父最喜欢的是季历的儿子昌，希望将来昌能够继承他的王位，所以他就想将王位传给昌的父亲季历。长子泰伯不想与弟弟争夺王位，所以自己就跑到了南方。次子仲雍后来也跟着去了，他们2个人后来就来到了吴这个地方，最后在这里建立了吴国。学术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，其实泰伯和仲雍远遁并没有像史书中记载的那样和风细雨，这背后也是一场权力争夺的血雨腥风。泰伯和仲雍实际上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，他们是被赶走的。泰伯在中国历史中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，但是在日本历史中却是鼎鼎大名。南朝梁的时候，日本的使者觐见中国的皇帝，就自称自己是泰伯之后。唐朝的纪书中也记载说，居住在东面大海岛屿中的一些人，他们庆面纹身，自称泰伯之后。他们为日本带去了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，也同另外几个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进入日本列岛的文明一起，奠定了日本历史中的弥生时代。不好意思，有点扯远了。所以呢，单就姓氏而言，吴国王室的姓氏明显比越国王室的姓氏要高贵很多。毕竟姬姓是本朝的王姓，而姒姓虽然也是上古8大姓之一，但毕竟是夏朝王族的姓氏。那么我们大家熟知的吴越争霸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啊，在春秋前夕，在史料中我们都看不到吴越2国的踪迹，他们都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。当时政治版图的中心是在黄河流域，而不管是吴国和越国都是妥妥的蛮夷。到了公元前580多年，吴国第一个称王的国君寿梦才算是正式走入了春秋时期的政治斗争。关于吴越争霸，如果我们只是把眼光放在吴越2国的话，那恐怕我们无法搞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彼此会厮杀不止。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高更远一点，放在整个华夏大地这个范围之上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能够看清楚吴越争霸背后的当时的国际政治版图。到了春秋后期，自晋文公上场以后，整个历史的主线就是晋楚争霸。当时晋国跟楚国之间总共爆发了3场大战，晋国赢了2次，楚国赢了1次，双方谁也拿不下谁。这时候2国就开始各自想别的办法了。
也几乎在同一时期，吴国出了一个强力的君王，叫寿梦。他带领吴国快速的崛起，晋国人也注意到了寿梦，也看到了吴国的价值。晋国国君派人出使吴国，问吴王寿梦说：“对于吴国来说，你最大的敌人是谁？”吴王说是楚国，他们老是跟我抢汉水、淮水。晋国的使者就告诉寿梦，我们的敌人也是楚国，咱们俩联手一起去搞楚国吧。能够被北方的大国晋国看中，寿梦当然是受宠若惊，所以他就接受了晋国的援助，让晋国人为他们提供武器、军车，训练士兵。而吴国人要做的就是在楚国人的背后捅刀子。这样一来，楚国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一方面要同北边的晋国作战，一方面呢还要防备南边的吴国的捣乱。楚国很是恼火，我收拾不了晋国，我难道还不能收拾你小小的吴国吗？联系上了紧邻吴国的在吴国南方的越国，也同晋国一样，给越国提供武器装备，让越国去打吴国，也让吴国人尝尝背后被插刀子的感觉。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越王勾践能够最终打败吴王夫差，他主要依靠的是两个大臣，一个叫范蠡，一个叫文种。而范蠡和文种他们是越国人吗？他们不是，他们都是楚国人。范蠡是楚国宛城人，文种是郢都人。所以说吴国背后站的是晋国，而越国背后站的是楚国。吴越争霸实际上是晋楚争霸的延伸。按我们现在的理解，吴越之间的战争是代理人之间的战争。现在大家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进入到了现代社会，国际政治中仍然有类似的事件频繁的上演。吴越争霸是到了吴王阖闾这一代的时候就进入了高峰。吴王阖闾是谁呢？他有一个非常具有杀伤力的名字，叫姬光。他也算是人如其名，确实是非常具有杀伤力。吴王阖闾的上位是通过两起刺杀。第一起就是大家熟悉的专注刺王僚。王僚是谁呢？王僚是他的叔叔，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吴王寿梦的庶长子。吴王寿梦老了以后，想将皇位传给他的四子季札，但他又不想违背嫡长子继承制。后来呢，他还是将自己的王位传给了嫡长子朱凡，并且告诉朱凡，以后的皇位要兄终弟及，你死了以后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弟弟。朱凡也按照父亲的遗嘱，在他去世以后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二弟，然后二弟又传给了三弟。三弟愚昧去世之前想将皇位传给季札，但季札坚持不受，后来王位就这么落到了寿梦的庶长子辽的手里。这样愚昧的儿子公子光，就是刚才提到的姬光，对此就甚为不满，在伍子胥的帮助下，他派专诸刺杀了王僚，随后呢又让药离刺杀了王僚之子庆忌。这就是春秋历史上的两次著名的刺杀，都与阖闾有关。说起这位季札，有一个成语叫做季札挂剑，现在呢不太常用了，说的是季札当年出使徐国，徐国国君见到了季札的宝剑是非常的喜欢，季札当时也很想把宝剑就赠送给徐国国君，但是呢因为他接下来还要出访晋国，如果不佩戴宝剑的话那是于礼不当，所以呢虽然心里想赠送，但是也没有送出去。出使晋国归来途中，季札又途经了徐国，这时候徐国的国君已经病逝，季札摘下身上的宝剑送给了新任的徐国国君。季札的随从忙阻止，说这是吴国的宝物怎可轻易与人呢？季札说，当初我见徐国国君的时候就知道他想要这把宝剑，但因为有公事在身，所以当时我没有给他，但是在我心里头已经把这把宝剑送给了徐国国君，我不能失言，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，那些都不是正直的人应该做的，所以这把剑我还是要送给徐国国君。新任的徐国国君则说，先王并没有让我接受这把宝剑，所以我无法接受。于是季札就将宝剑挂在了徐国国君坟墓边的一棵树上。季札挂剑这个成语就是体现先秦贵族士人的那种雍容典雅、心存礼义的精神气质。在外有晋国的加持，在内有伍子胥和孙武的帮助，吴王阖闾的势力是越来越大。与此同时，越国也是迅速的崛起，吴越两国成了春秋后期两颗突然升起的明星。而与此同时，他们两国各自的后台老大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不管是晋国和楚国，内部都发生了很多事情，特别是晋国。大家知道，晋国的几家大夫掌握着实权，晋国国君的权力已经被架空了，这几家大夫也就造成了后来的三家分晋。而这时呢，晋国跟楚国已经打了几十年的仗，双方谁也没有占到更大的便宜，而这时候各自又都有内乱，那怎么办呢？只好坐下来谈和。所以到了公元前564年的时候，晋楚两国就达成了合约，不打了。可这样一来呢，吴越两国的处境就尴尬了。他们两国打得正起劲儿，现在两位老大说不打就不打了，我们这做小弟的也收不住。晋楚两国不打了，中原也就基本上安定下来了。因为在这之前的几十年，基本所有在中原地区的纷乱都是由晋楚争霸导致的。合约签订以后的40年时间，对中原地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的年份。这时候老子也踏踏实实的做他的周王室的图书管理员，孔子已经开始慢慢的长大，诸子百家开始逐渐的兴起。黄河流域虽然安定了，但长江流域却是沸腾了起来。走在扩张路上的吴越两国并没有停止脚步，特别是吴国。伍子胥向吴王推荐了孙武，有了孙武的加盟，吴军更加是势如破竹。孙武后来写了《孙子兵法》，《孙子兵法》中有这样一句，叫兵者诡道也。从此春秋后期的战争就少了春秋前期战争的那样按照军礼，那样的温文尔雅，变成了赤裸裸的功利，赤裸裸的实际。春秋时期的战争也由此告别了讲求军礼的司马法时代，而进入到了讲求实际的孙子兵法时代。这到底是一种进步呢，还是一种悲哀？这到底是一种进步呢，还是一种悲哀？吴军进攻楚军，楚军大败，吴军甚至攻入了楚国的首都郢都，这样就有了申包胥去秦国哭求救兵。申包胥在秦国城墙外哭了7天7夜，最终是感动了齐哀公。齐哀公还写了一首赋送给他，就是大家熟悉的无衣。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，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。秦国按照秦楚两国以往签订的盟约，出兵援助楚国。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吴国国内却出了问题，越国人来了。越国的入侵使得吴国军队军心涣散，随后就被秦军所击败，所以吴国伐楚之战是功败垂成。顺便说一下，伍子胥鞭尸300为报父兄之仇，也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。吴王阖闾由此就更加的记恨越国，在率军回国赶走了越国人以后，阖闾就一直在想着如何要报此仇，讨伐越国。10年以后，这个机会终于来了。越王允常，也就是勾践的父亲，突然去世。吴王阖闾觉得这是一个机会，于是兴兵伐越。但就这一点，明显就可以看出，这时候的战争与在之前的战争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。在这之前，各国之间的战争还秉承着一个不加丧不因凶的原则，就是在人家举行国丧的时候不能发兵，在人家国家遭受灾难的时候也不能出兵。当年晋国进攻齐国的时候，晋国的军队走到半路上，突然听到齐国的国君病逝，晋国的将军们就马上聚起来商议，说这个仗我们不能打了，如果这时候去进攻齐国，那不符合礼义，所以晋军撤退。有一年，晋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，粮食可以说是颗粒无收，晋国的老百姓快饿死了。这时候秦国正是秦穆公执政期间，主政的是丞相百里奚。当时有人劝秦王趁机兴兵攻打晋国，因为在这之前秦晋两国之间有仇，但百里奚坚决反对，说得罪秦王的是晋王，而不是晋国的老百姓。老百姓快饿死了，我们不能不帮。秦穆公深以为是，派船只经水路，借给了晋国大量的粮食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泛舟之役。虽然说的是义，好像是打仗，但这并不是刀兵相加杀人性命，而是在救命。百里奚作为秦国的一代贤相，在他去世以后，秦国全国哀悼。史书记载，秦国男女流涕，童子不歌谣，冲者不相处。而商鞅被车裂以后呢，史书有载，秦人不怜。老百姓其实也并非愚民，好与坏他们还是分得清的。可能有的朋友会问，秦国也曾经这样仁义吗？秦国的蜕变那是在法家入主以后，在这之前他也是对中原的礼教心向往之的。越王允常去世以后，继位的就是越王勾践。
而他马上就要迎来的就是吴越之间的这场大战——醉里之战。这也是越王勾践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。他的这一次亮相可以说是让世人瞠目结舌。世人惊愕的并不是勾践有多么的雄才伟略，而是他深深的见不到底的底线。当时两军交战，越国军队的几次进攻都被吴国军队所击退。就在这时候，上百名手持武器的死士走到了越军阵前，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吴军。他们排成了3列，在大声呼喊一番以后，就齐刷刷地抹脖子自杀。当时的情景惨烈至极，就连那些身经百战的吴军将士也是深为震撼。越军就趁吴军军心不稳之际发动了总攻，越军大胜。这上百人到底是什么人？左传中说是罪犯，司马迁的史记中则说这是一群死士。让他们这么做的无疑是勾践。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？能够在战场上自杀，说明这些人肯定不怕死。那么他们连死都不怕，还有什么能胁迫他们呢？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家人。勾践此举让人看到了他的残忍，他的不择手段。战争的行为规则已经完全被破坏了。阖闾和勾践的行为使得战争变得异常的丑陋。吴军由此大败，阖闾在这场战役中也受了伤，他的脚趾被砍断了。阖闾心想，脚趾都断了，我除了加入中国国族还能做什么？但一想到只能加入国族，阖闾觉得还不如死了呢。毕竟他输给勾践只输了1个，国族能一下输7个，阖闾就让自己的伤口感染，然后不治而亡。阖闾去世以后，继位的就是夫差。阖闾生前的时候并不特别喜欢他这个儿子，他觉得夫差有点愚笨，但伍子胥却是大力举荐夫差继位。他对阖闾说夫差信以爱人，端于守节，敦于礼义。阖闾相信伍子胥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夫差。夫差继位以后，誓志要为他的父亲报仇。那边的越王勾践也察觉到了这一点，他不顾范蠡的反对，自己主动发兵去进攻吴国，想先下手为强。吴越两国就在夫交这个地方又打了一仗，这仗越军大败。越王勾践只带着5000人马退守到了会稽山中，吴军团团围住了会稽山，并切断了水路，留给越王勾践的只有死路一条。在以后发生的事情，史书的记载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异。比如说《左传》，这是记载春秋史料最可信的史书，也是年代最早的。在《左传》中只是提到越王勾践派人去与吴国议和，吴国的伍子胥本来不答应，但最终吴王还是同意了，双方停战。至于越王勾践后来去了哪儿，他是否真的去了吴国为奴，《左传》并没有提。在几乎同一时代的史书《国语》中也记载了这件事情。《国语》说的稍微详细一点，他提到战后越王勾践入吴，为夫差牵马，就是做了夫差的马夫。这是在《国语》粤语上和粤语下中的记载。而在《国语吴语》中则说勾践并没有入吴，只是派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入吴去侍奉夫差。再往后的史料就是战国中晚期的清华简。清华简第7册《越公奇事》则说，当时吴王夫差同意与勾践讲和，也是迫于无奈，因为在夫交之战中吴军也损失惨重，此时也是强弩之末，而且勾践手中还有5000兵马，如果勾践冒死一战的话，那么吴军还会进一步的承受损失，这是吴王夫差所无法接受的。所以吴王夫差最后答应勾践的求和请求。清华简只是说在议和书中确认了越国对吴国的臣属关系，但是并没有说勾践要给夫差为奴，也没有提到勾践入吴这回事。清华简以后的史料那就是史记了，在史记中对这件事情记载的非常详细，说勾践第一次是派文种去向吴王夫差求和，被伍子胥拒绝。文种回去以后禀报勾践，勾践当时就急了，说那我就死给吴王看。这倒不是说他要自杀，他是要先杀了自己的夫人，然后焚毁所有的越国宝物，再率兵与吴王决死一战。文种就劝你说，你先别着急，据我所知，吴国的太宰伯嚭比较贪财，咱们呢花点钱买通他，让他在吴王面前帮咱们说话，或许能成。于是文种又再一次下山去见夫差，见夫差之前已经行贿了伯嚭，后来伯嚭为勾践求情，吴王夫差才同意和谈，然后越王勾践就回到了越地。
史记也没有说勾践曾经入吴宫为奴。那么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了，我们大家熟悉的那以后发生的那么多的故事，到底都是从何而来呢？史料出处到底是在哪儿呢？其实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后面那些故事，都是出于东汉时期赵烨所著的《吴越春秋》。那么《吴氏春秋》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？有人说《吴氏春秋》就是一本小说，里面的故事全是编造出来的，根本就不足取信。这样说我觉得就过于武断了。首先，《吴越春秋》在类别上是归类为史书，清朝人修《四库全书》的时候也编录了这本书，收录的名目就是史书。准确的说，《吴越春秋》应该算是别史。所谓别史呢，是介于正史与杂史之间的史书，它的性质还是史书，但它是正史的一种补充，就区别于那些私人编纂的杂史。同时呢，很多学者认为《吴越春秋》是中国地方志的雏形，所以它既有史书的性质，又有地方志的性质，这二者都不是小说，都是写实的。这本书的作者赵烨虽然喜欢用小说的写法，将故事讲得引人入胜，但将《吴越春秋》归于小说，这还是过于武断了。而且在这本书中说勾践入吴宫为奴，也并不是无史料可依，至少在国语、粤语上和粤语下中都有勾践入吴的记载。所以关于勾践是否真的入吴为奴，我们现在还只能画上一个问号，也只能先把这个问题搁置下来。据《吴越春秋》记载，越王勾践入了吴宫以后做了很多事，总的来说就是想尽办法讨好吴王夫差。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事情就是肠粪遍及。以下所说呢，可能口味有点重，正在吃饭的朋友可以选择跳过。所谓肠粪遍及呢，是说有一天吴王病了，勾践就亲自尝了一下吴王的排泄物，然后告诉吴王说：“您这病没事，很快就会痊愈。”果然没多久，吴王就痊愈了。吴王很高兴，说：“勾践真乃仁人也。”勾践也就由此结束了3年的在吴宫为奴的生活。我觉得赵烨在这件事情的记载上可能过于小说化，有编造的成分。首先在中国中医最古老的典籍中，并没有肠粪遍及这样的记载，所以勾践应该也不会想到用这招来博取夫差的欢心。有的朋友可能会说，这就不对了，24孝中就有关于肠粪遍及的记载，就是歌颂孝道的故事。其实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很多肠粪遍及的故事，但是都是发生在东汉以后，东汉以前那是没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东汉以前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。很多学者认为，肠粪遍及这种医疗手段最早是来自于古印度，有一本古书叫《诸波志》，其中就提到在现在的印度西南部的地方有一个小国，那里就盛行肠粪诊治方法。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了中国，印度的一些古典的医书也同时传入了中国，在上面就有很多关于肠粪诊治的方法。这种方法传入以后，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，所以在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也有以粪入药的治疗方法。而《吴越春秋》的作者赵烨就是东汉时期人，那么他是不是看到了这些药方以后，突发奇想，将这个故事放在了勾践身上呢？那就不得而知了。有意思的是，肠粪遍及这种方法更多的并不是应用在医学上，而是应用在了孝道之上。南北朝时期有一个人叫于乾楼，他就尝了他父亲的排泄物，发现他父亲已经病重。这个故事呢被广为流传，于乾楼这个人也得到了很高的声望。当时选拔官员采用的是举孝廉制，所以于乾楼也就当了官。这就是24孝中所记载的肠粪忧心的故事。再后来，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就非常少了。隋朝时期有一例，唐宋都没有，到了元朝突然又多了起来，到了明朝就更多了，可谓是不胜枚举。而到了清朝，那更是泛滥成灾。就这么说吧，家中如果有老人生病了，那些孝子贤孙们基本上也就不吃别的了，天天争着去尝。老人家如果出货少，那些孝子贤孙又多的话，那恐怕都不够分的。其实这些在我看来跟王祥卧冰求鲤一样，都是哗众取宠、沽名钓誉之举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，汉与唐宋期间并没有类似这样的记载，而到了元明清，这样的记载
却是层出不穷，其中的原因颇令人深思啊。不过在中国史书中，最早的关于肠粪辩机的记载，还就是出自于《吴越春秋》中的勾践所为。据后世某人记载，夫差在得知勾践为其肠粪以后，是大为欣喜，当场赐给了勾践一瓶水，让勾践拿这瓶水漱漱口。勾践看了一眼水杯，哈哈大笑一声，是一饮而尽，大笑道：“此水于我所用之物，乃绝配也。”说罢是一饮而尽。众人观其水瓶，上写“恒河”二字。以上记载出自于后世贾氏的《胡说八道集》。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后来勾践卧薪尝胆，他尝胆此举可能与他肠粪有关。也许自那以后，他的味觉系统已经彻底崩溃，苦跟甜都分不出来了。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大家都很熟悉，其实呢，这里也有一个误区，尝胆确实可以有，但卧薪真的与勾践无关。勾践确实在床头悬了一个胆，坐卧之间都要尝一尝，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卧薪。最早将卧薪尝胆放在一起的是北宋的苏轼，他在写的一篇文章叫《拟孙权与曹操书》中，第一次将卧薪与尝胆放在了一起。不过说的卧薪尝胆的是孙权，与勾践毫无关系。只是到了后来明朝时期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才将卧薪尝胆与勾践结合在了一起，但实际上勾践只尝胆未卧薪，每天都尝胆，尝的嘴里都得了胆囊炎了。不管怎样，夫差还是相信了勾践，相信勾践是一心一意的臣服，于是他放勾践回到了越地。勾践在吴宫为奴3年以后，回到了自己的故乡。从此以后，他是发愤图强。怎么又提到愤了？越国的国力也逐渐的恢复过来，夫差也暂时放下了越国，一心一意的向北去发展他的霸主势力。不经意间，越国已经慢慢的崛起。有一年，勾践说自己国内受灾，想向吴国借一些粮食的种子。吴王夫差想都没想，就将种子借给了他们。对于夫差来说，太正常不过了，他是在效仿当年的晋国和秦国的泛舟之意。和勾践相比，吴王夫差确实如他的父亲阖闾所言，有点愚。他不说谎，同时也缺乏辨别谎言的能力。吴王夫差一心想做的就是中原的霸主，所以他也一直以一个中原霸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。当年晋文公怎么做，我就要怎么做。所以夫交之战取胜以后，他并没有杀了勾践，因为对方是国君，是贵族，是要给他应有的礼遇。所以在他写给勾践的信中，也是极尽谦卑，让人感觉好像是夫差怕了勾践，其实并不，那是夫差觉得作为贵族应该持这样的礼。周礼崇尚的是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义民，则天下之民归心焉，并不是动不动就发动灭国之战，杀其君王，戮其子民，夺其疆土，那样粗暴和野蛮。1年以后，吴国也发生了灾荒，这次吴国向越国借粮，越王勾践却将稻种煮熟交给了吴国。吴国的百姓种下稻种以后，那年自然是颗粒无收，吴国的灾情更甚。勾践如果不想借稻种，他完全可以不借，在当时诸侯国之间相互借粮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如果越国不借的话，吴国可以向齐国借，可以向晋国借，应该也都能够借到。但勾践此举却让吴国的百姓不仅没有借到真正的粮食，而且还耽误了农时，导致灾上加灾。大家可以想象，这样全国性的灾难又有多少百姓因此失去了性命。最终在夫差率领着吴国主要兵力去北方参加霸主大会的时候，越王勾践在其背后狠狠地插上了一刀。这次是吴军惨败，吴王夫差并没有给越王勾践羞辱他的机会，他拔剑自刎，死的像一个贵族。越国灭吴之战历史上又称为残吴，这是一场真正的灭国之战，同时又可以被称为是春秋时代的谢幕，宣告着一个令人恐怖的新时代的来临。从那以后，战争就没有春秋时期的那样讲究礼仪，那样的温文尔雅，甚至有时是非常的有趣，而是发生了质的改变，变成了残酷的大规模的毁灭战争。征地以战，杀人营野；征城以战，杀人营城。勾践残吴也是战国开幕的第一场祭品。夫差到底是被勾践坑了，但这是夫差的错吗？作为夫差来说，他们根本就想象不到勾践会那样做，那样的没有底线。第一个拉低底线的人，总是更容易得到更
更多的益处。如今很多人只记得夫差沉溺于酒色，最终亡国，勾践忍辱负重而东山再起，但却极少有人关注他们成败背后的真相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君子斗不过小人，贵族斗不过无赖，这种事情是司空见惯。一个人一旦能够突破道德的底线，不讲究游戏的规则，在功利至上的社会中，那肯定会畅通无阻。这就是所谓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成功每个人都想要，但你是想要那种复杂点的，难度大一点的，想要在追求成功的同时也要一个高尚的过程，还是只要不择手段的赢？勾践无疑选择了后者。他可以说，他之所以这样不择手段，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目标，更大的追求。他要复国，他要复仇。但正如后世虞国所言，在绝对的革命之上，还有一个绝对的人性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。这里是风下杂谈 ，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